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今天呢，我们讲一个是特别奇特的一个话题，我也相信很多中青年朋友啊，特别喜欢的一个话题啊，关于投资的问题啊，想投资赚钱，投资就是为了赚钱嘛，是吧？所以呢，大家来之后说想直接去学几招，是可以，但是别忙哈，发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谋生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谋生啊，就是让自己生活下去。那发财呢，就比生活下去更饱满一些哈，就吃得更好，用得更好，做得更好啊，穿得更好，就是这样哈。那都是不容易的啊。你看这个地球上就这么大哈，地球不会再长大了，可是呢，人口越来越多，所以呢，就是众人来抢饭，这是不容易谋生的啊。它并不是有这么多食物等着你随便拿就好啊，你都要花钱的，而且人越多，东西就越来越贵。那么一个职位呢，有很多人来抢着去来做啊，这个竞争力就提升了啊。所以我们想赚钱谋生啊，其实不容易。那么我再讲一下呢，就是我所认识的，就是赚钱的途径啊，大约有3到4种的方法。那么第一大类呢，就是打工。去给老板去公司哈，人家招聘员工，你比如说你会干这个，假设你是建筑工人，建筑公司正好招你这类员工，你觉得工资还很不错，正好我也会，我也够这个级别，我就去干了，很省心呢，就是干活拿钱啊，完了之后一下班之后呢，就是抹屁股走人哈，就是到月底了等着发钱，就这个好处是不用担惊受怕。不用说像我的股票赔了还是跌了，还有我自己的这个工厂有没有人偷盗，有没有失火，是吧？就不用操这个心，完了下班走人啊，特别省事儿。但是你必须付出体力劳动或者脑力劳动啊。对，这是第一种谋生手段哈，就不管给谁雇佣你，你都属于打工族。那么第二种呢，就我说的是差不多叫创业型，就是既有投资啊。又有这个事业的这么一个创造，我假设说我开个小餐馆，因为我是厨师出身呢，我就是会炒菜啊，中国菜炒得特别好，但是呢，我不想去给人打工了，之前都是伺候老板了，是吧？或者在一个大机构之中给人做饭在厨房，现在我想自己独立出来啊，我自己伺候自己啊，这里是问题又来了哈，这我把它列为叫创业投资或者投资创业，它里头有花钱的部分。那花什么钱呢？你开个餐馆的话，通常就是你看房租，你房子是租的啊。那么第二个呢，装潢；第三个呢，设备啊，那些机器啊，那些锅碗瓢盆呐，那些炉子呀，是吧？那些筷子碗呐，这些都是设备啊。乍一听不贵，其实挺贵的哈。那么再接下来就是人工，你看自己不行啊，是吧？一个能盛下20人餐馆的话，我相信这个餐馆的员工不会少于6名哈，再小的餐馆不会少于6名，否则忙不过来。那你雇人就得花钱，对不对？所以这几项的费用你都要去支付，是吧？所以这就是又有投资花钱，但是和真正做投资来说的话呢，这个其实你主要还投入的是你的技术。或者是你的经营能力。那有人说我不用去动手干活，我就是只管卖东西，我开个摊位或者我开一个商场，对不对？那也有租金、装潢，还有人工，还有进货的成本，这些流动资金要很大，是吧？这都是钱呢。所以你投入了钱，但是你可能擅长的是什么呢？销售，你有销售的通道。认识人多，而且能说会道，特别会卖东西，这也是一技之长，对吧？你有很多会计师内向的人，就摆着好货不会卖，那特别会卖货的人，把烂白菜卖得比好白菜还贵，但是能卖出去，这个是一技之长。我说的这不是骗人哈，这是他的个人能力。所以你不管是自己开个店、开个摊位啊，你生意干的大小，都是一定有钱财投入和人工的投入，还有你所有的体力、精力、技术啊、知识都会
放进去，才能去做好这个经营啊。这是这样的投资加创业，这是第二种。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所谓的就是真正的投资。真正的投资，真正投资的概念哈，大家记住哈，就是用钱赚钱。比如说，哎，这个餐馆，咱刚才说餐馆哈，有个人经营10年之后啊，规模越来越大，他从这个餐馆里做客人哈，能做20名开始，可是呢，开了10年哈，他的餐馆经营大到能成300人，是吧？你看规模大了，容量大了。虽然支出的费用也多了，但是他收获也多呀，这种生意特别好。哎，他呢还要经营，还要开第2家分店，可是呢他资金不够，他希望呢能够合资，看用谁出钱，一股，比如说10万，谁出钱，谁出钱你就占股份，而且说明了你要掏100万的话，你要占我多少股，是吧？就有人了，就是说我有钱。我经常吃这个餐馆，我也了解他，老板也挺厚道，技术又很好，人们都喜欢做的菜，大家都开心，所以就对这个餐馆经营，对这个老板是非常有信心，而且值得信任，是吧？这个人也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他也不会做假账骗人，所以那我投入吧，反正我有100万块钱的闲钱，是吧？我相信他不会骗我嘛。到时候我呢，反正我也不会管理，我也不会做菜，我还退休了，腿脚没那么利落，所以我也不会去给他服务，我只是把钱给他，我占个股份，到年底呢，他赚了钱之后给我分红，是吧？我投了100万，年底一分红呢，光这个分红的利息就给了我18万，这不挺好吗？100万18万的利息这银行绝对没有这么高利息，对不对？而且也挺保障的，比银行高多了，是个挺好的一个投资吧，对不对？请记住哈，这个投资呢，咱们只出了钱，没有出任何的智慧去帮他出主意去管理拉客户做服务什么给建议都没有，我只给你钱，我就是省心的。可到年底就分红了，分了我18万，请记住，这就是投资，就是用钱赚钱。当然具体内容当中可能只是你投了个小餐馆，到投一个比如说类似麦当劳国际超级连锁店，是不是小餐馆的国际连锁店开到全球去了，全球2-3万家分店，对不对？它这挺不容易倒的，而且也挺好的做的比如说可口可乐，咱们不是给它做广告我们这是拿一些国际大的一些公司，大家比较知道的知名度高的公司来做个比喻，他就有股票去发行你对他有信心，他不像某些股票起伏大，这个很容易，反正比较平稳吧。他低一点的是你买进来就行了，你也不用管，你去人家可口可乐公司去管，人家也不要你管，对不对？你花了2万块钱买了我2股，完了之后你还想管我，那不可能人家有董事会替你管。说咱们可能没有这么高的智慧去管好这么大的公司，对不对？但是呢，买他的股票占了个便宜，他挣了钱给咱分了红他是个超大的公司，分的不多一年投资100万，分了8万块钱，也挺高的，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里头投资还有什么基金债券股票甚至还有其他的投入到房地产，就不同行业上的这个投资，就是凡是用钱赚钱，自己没有花任何的体力和智力和管理的人呢，这就是真正的投资。我啰嗦了这么多先来一个开场白师父归纳的非常的齐全谢谢而且还是把每一种投资它的特性给我们提炼了出来。师父，但是也不是每一个，虽然说每一个投资不是就是有欺骗性的但是每一个投资其实都有风险。对，这个风险和欺骗是2种意思，对，是吧？比如说刚才师父讲的像开餐馆那个吧，我对他人也很熟，也很相信，人家做的也特别好，什么都很好，地段也很好客流量都很好。
结果没想到赶上疫情了。嗯，哦，对呀，都不能出门吃饭了。这叫时运不好。对，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风险的。对，有的时候是我们预料不到的呢。对，还遇到打官司的，对，也对呀有纠纷呐，有人吃了不舒服呀，对对对，是吧？还有和房东打官司呀，都有哈。是赶上运气不好的，都什么事儿都有。是，对，所以说投资就是有风险的。投资有风险，经营本身也有风险。也有，对对，是，对。但你刚才说那个和欺骗不一样，不一样。他有些人他是用各种名目去骗人的钱，骗人钱不光是投资了，对不对？对。但是说投资呢，都是想骗你的大钱嘛。你不可能2块钱投资一个东西，不可能嘛。是。你投至少20万嘛。对。是吧？他为了冲你的大钱来的。才说投资这个名目。对。对，刚才听的师傅讲的那个，如果我们比方说投资到餐厅这种行业里面每年还是有一定的哈，我们不是说非常高，有一定的合理的投资回报。我就非常的满足了，非常的开心了哈。像这样的投资其实都算是很健康的了。对，可是不是每一样投资都这么美好的。当然是，当然，对。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跟网友来分享一下哈，我们来听听看还有哪些会让我们觉得触目惊心的投资。我们说一些真实的案例。好啊，好啊，那师傅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下。好，咱们说这个真实案例哈，就是说让大家呢能够从真实故事之中呢获取一些必要的经验哈，是非常重要的哈。对，来吧，姐姐。那我们听一听。这个是在新闻上看到的一个炒比特币输光了2000万，全家3口跳海自杀的一个案例。2020年6月18号，中国大连星海湾大桥上发生了一起悲剧，一家3口从桥上坠入海中，夫妻2人呢是因为投资比特币失败，决定带着3岁的女儿一起自杀。父亲老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玩金融，比特币是他的主要投资项目，也赚了不少钱。那老郑的妻子呢，也辞去了工作，在家里做全职太太，家里呢全靠老郑炒作比特币来生活。眼看着比特币行情暴涨春风得意的老郑开始四处筹钱，加大杠杆参与炒作。最多的时候，它的价值有300万美金的比特币。可是到了在2020年2月19号的时候呢，比特币的期货价格涨到了1万美元的高峰，但是没想到不到1个月，比特币又暴跌，剩下不到一半。因为老郑是一直不断的加杠杆炒作，所以一下子就亏损了2000多万人民币。这些钱中有他父母的400万，公婆的50万其他还有多年的储蓄，还有跟其他的亲戚借来的钱，家产一朝输光，还欠下了至亲好友的大笔债务。老郑打算自杀，一开始他只想自己死，后来他妻子发现了他的这个想法呢，两人决定一起走，又觉得孩子一个人留在世上会非常的孤单，不如一起带着孩子走。于是决定先把亲生女儿杀死，夫妻2人在一起跳海自杀。到了2020年的6月17日，老郑呢在药房买了安眠药，然后妻子呢就喂给了女儿。看着熟睡的女儿，老郑几次都下不了手，但是最后还是狠狠地割开了孩子的颈动脉。看着女儿的鲜血不断地流出来，老郑近乎发狂一个人终于变成了恶魔。等孩子气绝身亡之后，夫妻2人用床单裹上孩子的尸体，一家3口来到了星海湾大桥。先将孩子的尸体抛下大桥后，夫妻2人也纵身跳入大海。结果妻子当场死亡，而丈夫呢撞到了桥墩，全身骨折却意外生还。后来老郑被告杀人罪，庭审的时候，老郑对杀害女儿的罪行供认不讳，并称妻子的自杀也是因为自己所害，希望法院能够从重判决自己。这就是一场悲剧真是触目惊心呐！对，真是触目惊心，太恐怖了。这个时候他无论
得到多么大的或者说重判也好，都不能再挽回自己女儿和妻子的生命。关键他自己心很痛啊。他痛就痛在他是一死百了哈，结果还没死，结果没死成，还得活着受这个活罪啊。对，你说投个资吧，把一家人的命都给赔上了。哎呀，这样的投资太惨了。对，他这个里边他有个关键词，他就一直是加大杠杆来炒作。加大杠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本来我有100块钱哈，那我投了100块钱，就把老本全投进去了。加大杠杆就是说，我又借钱啊，我本来100的话，我再借100，我用200当我的本钱往里去投。啊，那赚的话，当然也赚的也翻倍，可是要赔的话，赔的也翻倍嘛。比如他觉得现在呢，这个价钱比较低的时候，我明明有100万，对不对？对。那我借钱，我买200万块钱的，对。这样他一升的话，我就多赚了嘛。哎。结果呢？赔了。没升起来。对。赔了。对。他这个也是，就是他也有挣钱的时候，当时账面资产也是很高了。对。那当然就是越好越想好嘛，那也没有。他买的这么多的时候，我想他曾经最辉煌的时候，可能他的资金也到了1500万了。他有300万美金呢，当时300万美金差不多有2400万，2000多，2000多万，对，可是，一赔呢，他结果就。可是一般我们都是这样的形态哈，这有点跟股票也很类似。当它涨的时候呢，我们都舍不得抛，我们就希望它更高一点，再高一点。那这样我的资产就是等我出售的时候，不是可以更多赚一点吗？所以一般在涨的时候都不舍得抛，然后等跌的时候呢，抛也抛不掉了。你就是这个，特别是时候没人买了，就是你想抛的那时候也抛不出去。对，所以一般都卡死在这里面。其实我想起来的时候，我记得我读这个文章的时候，它后头还有一段，他这个不就等于是在庭审了嘛？他自己也供认不讳哈，眼睁睁的受这个罪。对。结果2个月之后，这个比特币又涨回来了，又翻了1倍。他200万变成400万了。哎呦。可是他都连家人的性命都没了，别说钱了。你说对，罪魁祸首，他还犯了杀人罪。没错，真的是，真叫罪魁祸首是他，真是白白搭上了这个小女儿的命啊！真的。你想，咱们去投资啊。无非就像咱们今天说话的开头嘛，就是为了有一个投资，为了啥？就是为了一个生存嘛，就是或者是说生存的好一点，生活的更好。可是呢，当这个起落波动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受不了之后，家破人亡，这个风险太高了。所以我记得呢，我们有一个早期的弟子哈，一个弟子，因为我们。当然，他在中国拜的师呢，就是我们也没办法规范那么多对弟子的要求。就到了国外，要求有时候弟子也做不到。那么他呢，专业炒股，反正，他说炒股到了加拿大来，他说已经炒了差不多17年了，很有经验哦。有经验呢。那么有一天他的股票涨了之后呢。他就特别开心，师傅，我请你吃饭，你随便说哪里都好，我说麦当劳就不错了。对，关键是你跌的时候还能请我吃麦当劳就好了。我跟你说，他那个股票跌的时候就找不到人了，电话也打不通了。就是1个礼拜找不到人，他也不给我打电话，就知道他股票又出问题了。就宅在家里忧郁了。对，他有一次他的股票涨了25%，他舍不得卖，就请我们去吃麦当劳。好玩吧？他就高兴的不得了啊！他就说，他这个稍微一赢一点的时候，他不是也舍不得卖吗？对。他说我预计还涨75%，就涨到25%，第2天就跌下来了，这预计没成功。所以他一感慨一开心，他就说：“师傅，我就想写一本书。”我说：“写什么书呀？”就教大家炒股票。他老婆说：“拉倒吧。”为这股票，我们全家跟着你，一会儿生一会儿死，是不是？你还教大家炒股票，真的，很好玩哈。对，所以这个股票炒到这样，不过师傅您说那个弟子还好，至少还活着啊。这个新闻报道的这个他活得很惨。他这个30多岁哈，
他头发哈70%都是白的。是啊，就是这样的。未老先衰了。他是这样子，他一会儿哈，他有在加拿大买的股票，有在中国买的股票。白天看完晚上看，白天看了晚上看，就是他几乎他不知道哪一会儿睡觉合适，像劳模了啊，就是一会儿盯着，等他最急的时候，他长着看能不能长起来，再等5分钟，再等5分钟，用5分钟的推延，一等就是一宿，就睡不着觉，所以他为什么老得快啊？真操劳啊，对，所以说他倒是也不打工，他想我这只要赚1笔。够我们吃一辈子，但这一笔我看一直没见到，一辈子都没赚到，关键一辈子没见到那一笔，真的都在等待中。他老婆就说：“哎呀，我妈给恁的钱呐，都叫你快糟蹋光了，还那一笔你还叫人炒股票，就是。”好玩哈。是，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例子中学到哈，对，你炒股票不是炒股票，就投资就是为了我们生活更好。对，对你不能投到最后家破人亡了，深受折磨。对，而且最后还是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都不值得用性命来就是买这个代价，就是这样子。哎。那前面听到这个跳海的，就是他是借了大笔的钱嘛，借钱来炒哈，那这个风险非常大。哎呦，师傅，我这儿还有一个更惨痛的教训的，这一位师姐啊给我们写信来的，她是借了高利贷来投资的。哇，哎呀，这个也是一个惨字儿啊。好，这高利贷来投资哈。是我一听这个就悬了。那有故事，我想听。好的，师傅好，我叫雨欣，来自新加坡。10年前，因为我贪心投资虚拟货币，欠了30多万的高利贷。当明白过来是骗局的时候，已经太晚了。30多万的高利贷，光每个月利息就6000块，去年纯利息就还了6万块，每个月我都得找高利贷去还利息，这样高利贷滚高利贷。明年我们的欠款连本带利就会达到40多万。我老公只是一个建筑工人，每年只挣大概3、5万块钱。我还要供3个孩子读书，父母、公公婆婆都需要养。沉重的高利贷把我压抑得没法入睡，我的整个灵魂和身体都时刻发抖，生怕哪一天被大耳聋活活打死。而且我不能跑掉，因为还有家人呢。这个情况我都没有敢告诉任何人，甚至老公也不知道，没人能理解我现在的压抑。今年又是我的本命年，我上有老下有小，又不能死，祈请师父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呢？感恩师父。这就是写到我们信箱里来向师父求救的这样的一位网友。但是我看了他，我觉得，哎，你胆子真大呀！我们都是听说的故事中借高利贷啊，结果真有哎。对，高利贷利息特别高啊。他这个高利贷借了去投资，哎呀，真的是他这个太大了。他惨到就是说，因为欠钱了，投资要是挣了钱了，啥都不说了啊，高利贷也还清了，自己还挣钱了，他赔钱了嘛？赔钱了之后，人家那高利贷那个。债主就得上门嘛，就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一带都叫大耳聋啊，大耳聋就上门来了。大耳聋那是要债很厉害的，那真的可能要出人命的。你不给钱，我要你命啊！是这样的，多危险呐啊！他没办法怎么办？他再去借高利贷去还这个前面这高利贷的这个利息，利滚利，越借越欠越多啊！我看1年之后啊。这个30万哈，就变40多万，不止，哎呦，不止，那还会更多，还会太可怕了。这个就是自己把自己往绝路上逼呀。但是我们这个是没活路。我们师姐还好，不像第一个故事里边，就是干脆就一家人跳河死了算了。她还好，她说我不能死，因为我上有老下有小，对啊，我还得活着呀啊。但是她就被卡在这儿了，就是也求助来了，说怎么办？对，我还特别同情他的家人哦。其实你看，先生是个建筑工人，也老实本分吧。其实就在建筑工地上打个工，每年挣来的钱5万块都上交给家庭了，都不够还高利贷利息的。他说他这个钱都只够还个利息，还不够还，他还得出去借。
我说我们这个师姐，你的贪心也太大了吧，真的是。关键他投资的内容也很有意思哈。虚拟货币啊，虚拟货币啊，你像咱们第一个故事呢，比特币一类的，比特币也属于虚拟货币，是就是网络虚拟货币啊，不记名的哈，而且呢没有国界的，就是所谓的虚拟货币的概念哈，我跟大家说两句，你们可以补充哈，我们所有的货币，大家花的钱哈，都是代表的是某国某国的印制，对不对？是的。比如说中国吧，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对，中央银行发行的，对，新加坡呢，其实是新加坡国家总行发行的，就代表国家的银行发行的这张钱，它才有了货币的价值。像美金呢，更是美国中央银行发行的这个钱啊，对，就是这样，它以国家为名，才能制造这个钱币来流通，政府认可嘛哈，但是你这个钱你记得吗？你拿着一个不同国家的钱换了国家之后，其实这个钱不好用，最好找那个兑换所兑换了才能用，才换。比如说咱们去马来西亚，你要拿美金换成马币才可以去花销，对不对？是。但很多商店它并不能接受其他国家的钱，对，但是呢，这个虚拟货币呢，还有比特币呢，它没有是一个发行国，它是这样，它是网络上的，它是网络上的，但是最后大家认可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价值，我说的比较笼统哈，我说的还不内行，大概我问过，大概是这个意思，是，就它没有了国家的界限，就是大家交易更方便，但是坏处是呢，可能政府查不到你那个税，可能就是可能有这个有些政府也不认啊，有些政府也不认，但是很多政府也认呢，是，倒是吧？对。只要政府，你这个国家政府没有说不承认它的时候，就等于说你网络交易，反正你们自己认为它有价值就是有价值了，对。当然也听说有这一个币上它存了多少钱，也有这个说法，这我就细节就不懂了但是当很多人认为是的时候，它就有价值，所以比特币也一路就是上万倍的这个起伏，对，是几万倍呀。你比如说你存了1万块钱吧，等它往下跌的时候，成了10块钱的时候，你受得了吗？但是10块钱变成1万块钱的时候，你高兴的要死，对不对？关键它的反作用力的时候，你不一定承受得了。对。所以呢，一般人不能做这种虚拟货币的这种投资对，因为我们都不懂。我觉得师傅还是挺懂的，讲的还是挺清晰，挺好的。至少理解没国家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个雨欣呐，我觉得他不懂当时。对他简直就是被人忽悠的。他不懂，他肯定是不懂对，所以才借了高利贷，我的老天，投进去炒这个就很莫名的。对，而且这一点钱炒虚拟货币我就觉得是一个玩笑哈。真的，所以雨欣，其实你不是来投资的，你是来赌博的，希望就是赌博都不是，来倒霉的。哎呦，真是来赔钱的了，哎。你比如说你要买之前，你告诉我一声，我就给你回信，你是找倒霉。可能你就吓得只入手了，就是是。当然，雨欣，我们现在听到你的这个处境哈，还是非常同情的。是，真的是你换成谁，换到这样的处境是不容易，确实不容易。就是他问我该怎么办，是吧？对，对，就是细想从借钱投资这个事儿，他已经也无处可借了哈。那就借这个大耳窿那个高利贷的这个部分是很危险的。非常危险，但是你还不了钱的话，它可能威胁到你的健康和生命问题。对呀，对，它有这样的一个威胁。不仅威胁你，还威胁你家人。我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来，但是我说的都是一些比较老实的方法。但我认为呢，比如说，她是女生嘛哈，就力所能及的看看在合法的工作中找一种比较收入高的，但是她又能干的活儿。对，比如我想到就是月嫂，住家保姆，女士嘛，对，她伺候一些女士坐月子，这个谁家坐月子就找人伺候啊，这个工资都是很高的。对，她生过3个小孩，自己应该还算是有经验的了。对，应该有经验的。对，所以这个比较高工资，你们还能想到什么呀？还能反正我感觉哈，师姐表达的时候，确实我能感觉可能也不是
受过非常多的教育，或者可能也不是有很多工作经验的感觉哈，就是他当然也没有表达，所以我们能够猜测的就是只能尽量的做一些就是还是容易入手的一些行业吧，比方说刚才讲还有可能女同志出去做个什么住家的保姆你反正就力所能及的，现在都不是你挑工作的时候了，就是你能够拼命的，现在能够入市场，还能够找到一个工作，能挣点钱，就是给你去还债的，你就自己就拼了命去做了，是这样子的。对，还有一种你说保姆哈，还有一种就是住家保姆，是，有时候人家真有老人和孩子哈，对，真的需要人伺候那一家人又忙，但是呢，这家里呢钱也挺多的哈，挺富有的，他就希望有这个住家保姆哈，一早一晚都能伺候孩子或者老人，这样工资也不低。住家保姆月嫂这种，他主要就是吃住都在人家里嘛，就解决了，所以你挣的工资基本上都可以纯收入。对了，是。比如说给你5000吧，就纯拿5000回家，就好好存着哈。对呀，赶紧攒点钱就还债。是，对。那你做别的工作呢？比如说给你5000吧哈，你这吃你那个坐车吃饭是租房花了4000了都。能剩下3000就不错了，是的，对，所以呢，要用这个力所能及的这个体力的工作哈，来慢慢还，尽量快速的还人家这个债。对，是师傅他这个因为这个高利贷嘛哈，就是你还的，当然还清了就了了。你要越慢的话，它这个利息就不断的往上涨嘛，哈，真的不断的膨胀。对，然后雨欣师姐呢，我觉得她是当时投这个所谓投资了的时候呢，她心中其实也是不是那么踏实的，所以她都没敢告诉家人，尤其都没有敢告诉她老公。没告诉家人。对，所以她现在受这个苦呢，自己扛着又扛不住了。又不能不好意思跟家人说，就只能找师傅来说一下来寻求解脱。但你想，如果家人知道了，现在不是更苦吗？家人也比较崩溃，真的会崩溃。但是觉真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因为家人呢，就是肯定会骂你的，肯定会那个的，但是家人毕竟是家人，不是大耳聋。对，他骂你不会要你死是吧？对，我的意思就是跟家人如实的坦诚的跟人家讲跟先生孩子都上学了，都大了嘛，也可以讲，甚至于是就是这个叔叔大叔大伯呀之类的，就是这些亲戚吧，亲戚啦，对，亲戚也族人呢要讲，然后我说真的就是跪地请求原谅求求你们先借点钱，家里的钱借给我，然后我把大耳聋的这个钱还掉了然后呢我慢慢我再去工作呀，对，再还家人的钱，毕竟他没有那么高的利息嘛，不然那边逼着债等于要命一样的，还不起那是。我是想这么劝他，我觉得真的就是完全靠真诚了。我觉得这个提议挺好的，你就别瞒着了。这个提议挺好哈。试试看吧，雨欣师姐。哎呀，真是就是也是挺苦的。这个雨欣师姐，我们都理解你但是你一定现在你还挺坚强，还扛着呢这也是好事但是出路在哪里呢？就是师父讲的自己确实要去增加这个收入打个工，孩子也大了嘛，你也出得了门再一个的话就是求求亲戚朋友先还了大耳聋的钱，还了高利贷的钱再慢慢还家人的钱。这个很好的建议哈。所以我在提醒呢，就是尽量你所谓去投资哈，我们比如说一开始我讲的，我开个餐馆吧，对，听起来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投资嘛哈。就是如果你这个开餐馆，就是你的技术是有的，比如说你是厨师出身或者餐馆管理者出身，就是还是有经验的，这个还好。就是但是你毕竟不是花笔钱投进去嘛，是你这个钱是借来的，比如说一共需要200万的开办费用嘛哈，就是比如说租金、装潢、设备、人工这几项加起来的话，你预备上100万还有100万作为这个灵活应用的哈，对，
这200万块钱如果全是借来的钱，压力太大了。风险太高。对，哎，那你借的时候有没有利息啊？有，多多少少得有点。有没有偿还日期啊？有。你凡是借钱的话，第一个要说清楚的就是说有2件事情，就是借多少、偿还期还有利息，是，这是3件事儿。是，对，那这个你还有一个还钱的时间压力，还有一个还利息的压力，对不对？对。假设如果你赔了呢，开了3年开不下去了，对，借了200万，全吃进去了，那真的惨了。真惨了，对。200万就不是200万了，是吧？至少250万。对，因为有利息呀。对呀。所以这个压力很大。而且债主们的特点是这样的啊，你这边要挣着钱呢，他也不催你还钱。对。啊，要不我再给你投点吧，他还给你借给你钱。可是你要赔钱了，你这生意不好了，哇，那债主全都上门了，这个伸手那个伸手，都来避债。都来避债，对。是这个特点，对。就你越好吧，大家越捧场；就是你越破落吧，大家越捶你。对。揍你。对。就连狗都知道你穿上破破烂烂的，它觉得就该咬你。是。这狗可贱了。是我们讲破鼓万人锤嘛，真是这你越倒霉就越倒霉。对，穿的破狗就追啊。对。就是这样子。这是个特点。所以就是别去借钱投资，别去，更不能借高利贷，绝对不要碰高利贷。关键这位师姐她关键借的这个钱投了一个根本就是我们都弄不懂的又没边儿的个事儿，什么虚拟货币还借钱投，还借的是高利贷。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我都怀疑师姐的这个智力或者精神上当时受什么刺激了。虚拟货币没听见那个虚字儿，我说实在话，叫我就是生了气了，我都想不到去买个虚拟货币来出气啊。他肯定受人家的那个撺掇那个可以说遇上坏人了。对，虚拟货币那是虚的，第一个字是虚，后头才货币呢，光想着货币了。对，所以这里我再提醒大家呢，就是我都是老套我这些老套比较安全的是，别做。就是从做工作再做生意别做你不懂的事儿。对，太冒险。对，就是你懂的都不一定挣钱。就是呀。你看开餐馆吧，对嘛？你这个城市之中你去工商局打听一下，市政府打听一下，今天开着200家，但是今天同时关着300家。就一天来办手续的就这么多。对，是吧？你以为都挣钱啊？多数都是就能挣钱的，多数都是连那个装修钱都没挣回来，对，草草收场了就。是，是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就算是你是厨师你给人打工，你还能挣钱，因为挣的是工资嘛但是老板不一定挣钱，因为他有综合的费用对，等这个把成本一除去之后，发现还赔钱，非常可能。是，对，所以这个。不怪赖来赖去，还都赖自己太贪心了，叫利欲熏心蒙住了双眼。这个俺爹说这个隔行如隔山隔行如隔山，就是你不懂的，你要去尤其投了钱进去的时候，几乎形同一跳井。就是千万记住这句话是，因为你来听我的讲的东西，我说的。我也不是真实在人，我尽量往最实在里说，听我的安全不一定发得了财，但是你不容易赔钱就是这样，就实实在在告诉你。对，那雨欣这个网友也是求助的听了师父讲的，我希望雨欣你真的能够记住，然后赶紧去做那我也请师父，要不咱送他个小礼物，加持他一下，可别这么倒霉了。好，不要再听人骗了好，希望他时来运转收到。哎呀，送他一个天珠吧。好。希望你时来运转如意吉祥。收到。还要财运亨通，身体健康感恩师父，这个太重要了。那听了他这个你看，我们还有一个来自新加坡的一个网友也给师父来分享，我们听一下。师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椰浆茶，
我今年48岁。年轻的时候我很好玩，每个星期至少有3次会和朋友去夜店嗨玩，唱卡拉 OK 还一起喝酒、抽烟、跳舞。当时呢，年纪轻轻24岁，我的身边有很多富有的朋友，他们全身上下都是名牌货，每个月至少花费1万美金。我每天和他们交往，慢慢的受到他们的影响，开始追求名牌衣服和包包，毫不犹豫地购买 LV、香奈儿、古驰这些高级名牌的物品。我还渴望将来拥有自己的名车豪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开始对炒股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这是一个能帮我挣大钱的方法。我开始参加股票投资的课程，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最初呢，只是购买10个微型手，就是一个微型手就相当于1000个货币单位，平均1个月还能挣到30到40万美金的利润呢。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全是靠炒股票的利润来维持生活的开销。1999年呢，一位朋友向我介绍了一个非常有潜能的投资机会。他说，互联网行业正在蓬勃发展，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如果投资，必定挣大钱。我心动了，于是将购买的微型股票从10手增加到30手，就翻了3倍啊！果然，很多互联网股票价格迅速上涨，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我看着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入，贪婪的欲望也开始膨胀。我不可自拔地增加了购买量，从30手增加到40手、50手，甚至最高的一次买了70手，赚取了将近70-80万美金。那几个月，我除了继续购买名牌物品，还买了一辆奔驰车，还有一套房子。每天享受着股票飙升的刺激和财富的增长。然而到了2000年，互联网的泡沫最终破灭了。许多投资者因为热衷于互联网行业，将大量的资金投入互联网股票中，却忽视了这些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导致股票估值过高，脱离基本面。最终，这些互联网公司无法实现利润，股价崩盘，导致投资者遭受巨大的损失。而身为其中投资者的我的世界也瞬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就在那一刻，我一夜之间损失了40万美元。恐惧和困惑笼罩着我，我不知道该如何偿还这笔巨额的债务。我的心情低落至极，夜晚无法入眠。我不断地借酒浇愁，还有抽烟。白天呢，我将自己封闭在房间里，整天躺在床上，就像一个废人一样，对未来充满了茫然和无助。经过几个星期的时间，我决定重新振作起来。我做下了艰难的决定，把心爱的车子卖掉了。母亲看着我内心的痛苦和压力，也给了我一些钱。我用这些钱偿还了40万美金债务的一半那还有20万的债务。我就找了一份餐饮管理的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呢11点到早上7点呢，又到一个便利店去做夜班工作。这样我白天晚上都是连轴的工作每晚睡不到3个小时。幸好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勉强度过了这段艰难时光。我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工作，终于在2年的时间里偿还了全部的债务。经过了这个事儿以后，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被烧到手的滋味。回想当初我的不幸遭遇，都是因为贪念所害。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炒股票了。这次的教训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更加注重财务的计划和管理，学习如何稳健地增加财务。过去呢，我追求名牌，享受物质生活，但是那些都是短暂的幸福。现在的我跟着师父学习，更加关注内心的平静与健康的生活方式。感恩师父。这个是一个改过自新的了，一个好的例子年轻人师姐当年也是叱咤风云挣了不少钱，买了车买了房，一身的名牌可是互联网泡沫在2000年一落千丈的时候，他的变成了负债经营了，就是赔了40万美金。对，
那为了还这个钱的话，他也挺辛苦的啊，日复一日，夜复一日，一夜的工作了2年。哎，他这个精神倒还值得我们学习的。对，就像之前的那一位雨欣师姐哈，如果也能跟我们现在这一位叶江茶师姐那样子，哎呀，知道自己犯了错了，幡然醒悟了，对自己努力，完全。当然，他母亲也帮了一把了他，对，他也卖了他的车呀，这些资产变现还钱但是我觉得他还是真心的在还债哦，真的是日以继夜的工作，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正派的。对他这个转变转得挺好，因为虽然痛苦，有些人想不开就弄出事儿来了，就是呀，对吧？就往坏里想，对。他还是正面，还是回来了。那他现在说，我再也不炒股票了，都是很稳健的来生活。对，像他一开始呢，他享受着那种刺激，好像刺激，那个刺激是正面的，赚了钱了啊，然后物质生活挣几十万美金。对，对一个新加坡人来说，一个普通人，那真的很刺激。买车买房，所以很快的，新加坡哈，大家不知道的，新加坡买车有多贵哈。比如说买一辆日本车，普通的一个丰田，就是 Toyota 啊，一个普通，比如在北美卖3万块钱的，到新加坡在路上能跑，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10万？10几万。哦。因为它有一个就是车牌，就是车牌费。哦。那个车牌费是政府就规定了，比如说新加坡一共要15万辆车，15万辆。也就是你那个车有一辆车报废了。你才能有一个人才能再接上一辆车，所以这个牌越炒越贵，是这样的。还有呢，进口车的税也很高啊。新加坡自己不生产车呀，那都是进口的呀。但是越贵的车，它的税务就越高是这样。所以能够买得起那种德国的哈，这种奔驰车的，那我相信好几十万也到了25万、35万之间了，非常贵了。哇，真贵。好，反正总之呢，这个叶江茶师姐的话还是不错的，改过自新啊，对，然后的话呢，踏踏实实的生活了，工作了，也不去炒股了啊，也不去乱投资了，就是对，不幸中的万幸啊，这个真的是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对。这个叶江茶呢，它总结的快。就是头脑还是灵活，就转型也快，是吧？对，整个追求，快速高收入，一看到风险来了，也把他也吓坏了，真刺激到了，对，说以后再也不炒这东西了，是啊，真像魔鬼一样。对，就是这个时候突然止手了，就是比方说泡沫爆掉了，然后。大跌了啊，你就大损了嘛，但是你还是突然的止损。我们讲这个时候就是哪怕止损，你也把它割仓，也要把它就是割掉哈。你要止损，然后再想办法还钱。这个时候真的就是一种智慧的产生。因为他还不辞辛苦的哈，他真干的，打好几份工作，就为了偿还这个债务。他做的是对的，真的是对的。我就说很正派，这个真的很正派。他并没有祈祷上天掉馅饼下来，没有让自己突然间发个横财，万一有个老板资助他还钱，这不可能的事。是，所以让自己要有这样一个叫做深切心痛的体会，让他记一辈子。对，有这个宝贵经验，其实挺好的。是，对，对，所以他就凭着自己的双手。去拼命的劳动哈，对，来还这个钱，反而是个好事。真的，用劳动所得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其实这本身就是幸福，就是踏实。对了，对，其实我修法修到今天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感觉，其实不需要家财万贯哈，只要是你能够这个月努力打工，下个月家人还有了饭吃，其实就挺幸福的。就挺幸福，对，平安是福啊！对，就是这样子。好的，师父，那我们也送叶江茶一个小礼物。好啊，也鼓励他继续的啊，平安是福。好，好，送一件我们这个新的八卦衫哈。哎呀，这个是棉的哈。很漂亮，很年轻，这个对，青春活力，干净利落哈。对，哎，这是最新的设计哈。
美美的。这椰浆茶呢，抽空再去走走八卦，那就又健康啊，又精神又快乐啊，这多好啊！太好了，收到，感恩师父。好的，好的。好，我们之前讲的这3位投资者，我的感觉哈，他们都没有一份，比方说正常的，像以工资收入为收入这样的一份职业，感觉他们好像就全职的在做投资的这种感觉哈，就是好像全职的、全天的都在做这些，所以你看，可见这种风险是非常大的哈。好，对，那我们那是不是就有一种错觉说，如果我平时有一份正常的工作，有一份职业收入，我再来做投资，会不会好一点呢？啊，我们也来看一看接下来这个案例。小娟网友她说，我跟先生结婚14年了，结婚以后呢，我的先生他接触到了氧化锌的生意。这个氧化锌呢是一种陶瓷原料，确实挣了点钱，我们就贷款买了房子和车子。但是啊，这个行业完全依赖市场价格的，加上陶瓷业并没有很景气，老公总觉得这是个夕阳产业，老是想转行。今年年初就投资了同村朋友的模具厂，因为我们不熟悉那个人，也不熟悉那个行业，所以我是不同意的。可是老公觉得要去开拓，他觉得是同村的朋友，这笔投资他能把控，就执意要做这件事儿。因为钱是他挣的，所以我很不情愿地同意了，投了25万。3月初，他以前的客户联系说要生产氧化锌，我们之前自己也做过这个产品，所以工艺他是懂的。这次人家提供的生产原料有一点创新，所以利润很大，我老公又动心了。这一次他想投100万，我又是反对，想少投一点，因为100万是我们全部的家当，甚至还得借款，我们还有140万的贷款呢。可是老公觉得这是他的专业，利润空间又这么大，创新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很好，为什么不干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是觉得我俩今年犯太岁，怕会有风险，想请师父指导，我老公有没有福气可以保住我们的家当啊？这个师姐呢，她是我是听着哈，其实师姐她的担心都是有道理的，对。但是她先生呢是比较鲁莽的啊，对，也是好听话叫进取啊，但是这个进取其实不是很理智。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呢？他家是有车有房，挣了点钱可以，可是这个车和房还是有贷款没有还完的，还有140万的贷款，对，也就是说他这个家产还是。生活还是负债在生活的，100多万对个家庭来说也是个很大的不是个小数。对，你要是挣挣工资的话，你慢慢还也得还挺长一段时间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会儿投25万，一会儿又投100万，师姐说这100万就是全部的家当了。那为啥不把这个140万的贷款都先还完了，先过一个安稳的生活，再想着其他的呢？所以。这个就是不理智的一种冒进了投资啊。对，他先生是对那个那个化工材料氧化锌的加工有点熟悉的，他还是比较熟悉哈。但是呢，他要听朋友一介绍，还有其他的，就在短期之内听了2-3样都要去投。对。我觉得这个太盲目了。对，这个我也同意，师傅。他先说先投了25万，投了一个模具厂哈。对。首先，这个模具厂不是你熟悉的那个氧化锌的行业。对。这不说了吗？隔行如隔山。对。这个还是很有风险的。可是她老公什么逻辑呢？说，哎，同村的认识，不会骗我。这可不是啊，人家就是不想骗你，可能都还有经营风险，各种强。对，你这个做不成。对，你这个钱拿出去了，那不是你能管控得了的。就是生意这个事儿哈，先不是说骗，咱们就说都是善意的经营哈。对。
很多就是你了解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但是不一定能赚得了钱，就是嘛，就是这样。对。可是你的钱都砸进去了，对呀，可抽又抽不出来，对不对？对。而且在短期之内呢，又看见好几个行业要做啊，而且都要投资。对。我觉得这位先生有问题。我们要真想帮他的话哈，就要直言不讳的说他有问题。我觉得其实你到那个招商那个电脑网页上去查哈，你这一天能查到几万个行业需要去招商，难道你都投吗？对呀，那不太盲目了吗？对。所以他在投资总在专门找那个他不懂的行业去投，何况你还是负债经营，欠银行的钱在生活呀，是140多万的贷款，你还在要投资，哪来钱投资呀？是，对不对？对呀，那太风险了，风险太大了。所以这个师姐呢，担心呢，我特别理解哈。这个师姐应该担心你老公。你老公有点在投资这个问题上有点不理智，有点草率，甚至有点幼稚。我觉得他的思维方式哈，花的可能比赚的多。这就是他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他手里只要有一点点钱，不管是借来的还是贷款来的，他就要去投资，先得倒腾出去。对，所以就像命运一样哈，命运中说你是个富豪还是个穷人。如果你是个穷人的话，手里只要有点钱，你得想方设法得把它花掉。要不然的话，你不就变成富人了吗？就是这样的。对嘛，就是师父也看了他的照片嘛，那师父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就是人，其实他先生是一个老实人。在一起的话，你说也挺幽默啊，人也挺好玩的，也很热心肠。就是但是他有一颗易动的心，谁说好他都上。知道吧？心里头是没有主见的人。耳根子软。第一个耳根子软，第二个知识面窄。他懂的行业太少了。他光听着人家说这个赚钱那个赚钱。张三发财李四发财，他就没有听过我们这个课，谁是怎么倒霉的。请大家注意哈，你要想说要投资赚钱，人生要赚钱赚富有，你先学习赔钱之道，别人是从富有怎么变成贫穷的。你才可能规避了这样子这种陷阱，这种对陷阱和风险是这样的哈。光学赚钱不学失败解脱的方法，你就不算是学习真正的方法。对，所以他先生这个相来说的话呢，就是特别感性冲动，特别感性冲动，并且就是他没有一种就是对未来的忧患意识的思考，他缺少了这种思考，就是咱们在所谓投资和做一件事之前，光想到的说，我这一做之后我就发达了，光想好的了，光想我只要一做就发达了。但是你在没有投资之前，你一定要想一想，如果发达不了赔的钱了呢？怎么办？对。而且比如说就这个买卖哈，你借钱来投资自己的买卖，如果你挣不了钱赔了钱了，你拿什么还人家的钱？怎么承担？对不对？对。如果你有个房子，别人来抵押了，给你没收了走，把你赶出来了，你的老婆孩子在哪住呢？你立刻就身无立锥之地啊！是呀。那多惨啊！他对那个可能产生的这个利益收入回报这一块想得太美，幻想了。对，那是妄想了，就是真是想得太美好了。然后对于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债务的结果呢，又没有多想，又没有去深思熟虑。对，他先生是一个肝火旺的人，在面相上来说，就是能力不是特别强，但是肝火特别旺。所以当他想着去做一件事，就非做不可。所以呢，他这肝火太旺，就是躁动就会。在做事之中哈，我觉得作为一个将军也好，作为一个元帅也好，作为一个公司的一个 CEO 总经理级的人物哈，如果真正能赚钱的人，一定是一个具有几种能力的人。第一个有智慧，足智多谋。那么第二个也类似哈，就是知识渊博。第三个，对所有的负面事情有前瞻性。看得远。对，
第4个，该快的时候能快，该慢的时候能慢。第5个，一定要稳若泰山。如果作为一个真正作为投资人和高级的管理人，如果稳不下来，这是最大的麻烦。你静不下来就没有思考。就是说，在佛教禅宗之中，尤其是为什么讲要去静呢？从静到无到空，要走下去这样一种思考和领悟。他光思考领悟这个干嘛？他想企图让自己真正的、真实的静下来。那么这个静呢，静了之后而会生出智慧，看透事物的真相。那当然，你作为一个投资经营者，不一定有这么高的一种静的状态。但是如果静不下来，全是叫蛮干，不该出兵出兵，不该出手出手，不该投资投资，不该骂街骂街，不该往外借钱借钱。如果你这样的话，你置家庭于不顾呀。如果你是个3军将领呢，你置100万将军的性命就不顾，盲目出兵，盲目做事，让你的一个错误决定，让我们都跟着你送命嘛。所以这位这叫啥小娟小娟这个丈夫他的这个行为呢，这种莽撞性，我觉得他没有多想，他光想着一发财，一年又赚了20万，多痛快呀！他没有想一年赔了100万呢。对，那这个苦往哪诉？对，你在哪里再投奔一个出路呢？就没有，就是死路了。他没有想这个死路，他光想的就是一种白日做梦一样，我肯定我就发财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小娟。作为他的太太这个小娟呢，这个时候觉得特别担心，赶快来写信问我，我怎么办？对，我觉得你赶快站起来去阻止，你不要说钱是他赚的，请你记住接下来赔钱也是他造成的。接下来这样的赔钱，可能是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了，也许你们就不成为一家人了。如果赔了钱，从法律上来说法律上比如说2口子要离婚，名下你们俩名下里头不管存在谁名下实际上你们俩有100万现金，对不对？离婚的时候是不是一人一半啊？是啊。如果你生活2年半以上的，都是这么分的，国外也是这么分的，对不对？资产是好了，那如果你们欠100万呢？也得互相背，也是平背呀。对，你去还50万，我还50万的，对不对？所以小娟，你和你丈夫的权利是平等的。那你为了保护你家人的整个这个安全你就要勇敢的站出来，大声说话，去阻止丈夫这个不理性的行为。你不要说钱是他挣的，但是家是叫他糟掉的，所以你一定要敢于做出决定来。好吧。好，小娟，我们都支持你啊。当然，就是小娟，你也做好准备。那么，丈夫这个知识越少，他可能脾气就越躁，因为我看他的相，他比较躁。他到身上骂你，甚至说挥手要打你。说实在话，你宁可挨他一顿揍，你也得保护住，别让他乱投资。你有一种舍身保家卫国的感觉，对，好吧？因为他们结婚14年，还有个孩子呢，就是不能，真的是不能够把这个家破掉。对呀，又有子女可养，是不是是的。老人还等着你去赡养。所以的话，你一定不能赔这个钱。所以小娟一定要站出来说话，阻止丈夫的这种恶劣行径所以我倒特别喜欢家中如果丈夫是往前拼的人，你们家有个泼凉水的人，不是坏事。拽缰绳的。对，忠言逆耳忠言逆耳。他说这个话给你泼凉水，你自己听着不舒服，但是你能不能多思考2晚上再做决定是，对不对？你多思考2个月都值得呀，因为你保住你的家了呀。对，你否则你一个错误决定，你的家就没了。对不对？小娟，你和你的孩子们都是流落街头可能你都失去这个丈夫，真是，知道吗？真赔钱到那个程度，他又那么幼稚，都没有想过，如果赔了钱将怎么面对的时候，他就没想嘛。但一旦发生的时候呢，会不会出现我们第一个案例，找个桥跳下去呢？对呀，都有可能是有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就家破人亡嘛。对，所以小娟要勇敢的站出来，好吧？你一定要冒着挨顿揍的这个风险也要保家卫国。
这才是真正的家庭责任感。没错，这才是责任。否则的话，你把你丈夫害了。是啊，还有呢，以后哈，这种钱财的时候呢，能管闲事老婆多管点，好吧，多管点，不能让丈夫一个人拿着。对，财政大权。对，所以的话，你让他盲目投资的话，真赔了之后，不是你们一块儿都兜着吗？一块儿吃苦嘛，是不是啊？对，嗯。还有就是小娟师姐就是提醒呢，你一定要继续多听师傅的直播，听各种这样生活的智慧呀，哈，这种我们学的这些禅修在生活中的应用啊，哈，你看你其实都看到这些投资的风险了，但是你不是那么硬气啊，你多听了多那个，你就越来越智慧。也欢迎你先生来听哈。啊，对，我们说他的坏话，让他好好听一下，对，有好处。多听，然后虽然他挣钱嘛，他是那个摇船的，你是那个掌舵的，一定要把家庭的这个方向掌握好啊。另外的话，我觉得小娟师姐也可以出去挣点钱啊。对。也别光让丈夫挣钱，就感觉你是干吃饭的哈。对，都没有话语权了。就是好像说话没分量哈。那么我提醒你丈夫呢，就是说，第一，别冲动，凡是往外拿钱的事儿哈，他不是吃了一餐饭拿的钱，这叫投资啊。投资往外拿钱的事儿，投资无小事儿，最少要思考1个礼拜，思考好的坏的都思考，多打听多了解，好吧？对。那么这第二个呢？不做不懂的那个行业的投资，对吧？就是你不懂的呀，就是那你就懂得你赚钱的几率就可能只有20%，知道吗？那你根本就不懂的话，几乎100%赔钱，就全都放在人家手里，别人去决定了嘛。没错，所以不要做不懂的这种行业，好吧？就是投资你更不应该去投，因为你根本不懂，甚至都不懂他是真经营还是在骗钱。连这个都不懂的话，就更风险了。对，不是很多人钱就投出去之后，结果叫人给骗了嘛？是啊，对不对？那在国际上的就更多了。那是我讲一个知名的大案例啊，就是在硅谷的哈，那个案例我们就叫就是美国的嘛，美国硅谷，对，美国对叫硅谷哈，西谷反正都是硅谷，对对对啊，就是这个创业投资的这个案例叫第一滴血。咱们都看过那个电影嘛，哈，对，这个是2004年的时候，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女大学生，当时她才19岁啊，她叫伊丽莎白·福尔摩斯这个孩子是挺聪明能干的，结果呢，她呢就创建了一个公司她号称采血就是验血呀，就用1滴血，然后能够就检验出来200多种疾病。又快又便宜，就是这个验血就2块9毛9特别的便宜。然后呢，他就好了，就用这个生意的主意呢，就开始去筹资哇，真是很多人给他投资以为这个是一个新兴的一个科技的突破以至于到了2014年的时候，这个伊丽莎白被福布斯评为美国最富有的女性之一，堪称女版乔布斯他的这个公司的市值当时已经估到了90个亿的美元呐，都不得了了。可是这个时候还没有生产出来这个产品呢你看看他当时忽悠来的这些投资者阵容多么的豪华，包括这个科技公司甲骨文的创始人埃里森还有那个媒体大亨默多克，就现在都90多岁了，这位老先生还有那个沃尔玛，咱们都知道嘛，沃尔玛超市的。这个创始人的这个沃尔顿家族还有那个美国最大的药所那个连锁的药店 Walgreens 的也投了那么多钱还有那些知名的家族啥的。再看看这家公司，人家那董事会阵容多么的强大首先是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副院长被聘为这个公司的顾问董事会成员。还有美国的2位前国务卿，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亨利·基辛格还有基辛格现在就90多岁了，还有乔治·舒尔茨老先生还有那个美国这前几大银行的叫富国银行的主席也是，还有美国2位前国防部长，一个是马蒂斯，一个是佩里。
哇，我还看到很多的照片，他跟克林顿的啦，他跟马云的啦，他跟各种人等的，跟这些名人的哈，都是这样，包括拜登总统都还给他站过台的。可是到了2015年的时候，结果他的这个骗局就被发现了。他那个所说的这个新科技验血机器，一滴血根本都验不出200多种疾病啊！他都是骗，他就是一边骗投资人，一边又骗他的病人啊！他的确实采了一滴血，结果呢，他用人家传统的常用的这种验血的工具去验血，验出来了之后，再把那个报告给病人。啊，就造成很多的医疗事故、误诊呐、什么错验呐、方方面面的东西。这个伊丽莎白就一直在这个编造谎言啊。她这个谎言一共骗取了投资者14亿美元的资金啊。哦，对，然后后来就判刑了嘛。判刑了啊，让他赔付4.5亿的赔偿金，而且入狱好像是12年吧，啊，他可本事了，就是判刑了之后，到现在还没进监狱服刑呢，人家就找了一个高富帅，然后又生了2娃，因为美国就怀孕期间、生娃期间就可以免刑嘛，又不进监狱。就是刚刚看到的报道，遇到了一个比较严厉的法官，说我不管你咋样，你下个月赶紧给我进监狱去服刑啊！这马上才要开始服刑了啊！就是所以说一说，你看刚才提名的所有的这些名人呐、政界、军界啊、投资界、出版界，方方面面这些名人都被骗了。小娟丈夫先生，咱们不被骗的几率太低了。对，何况咱又不懂呢。这些名人大款哈，叫做国际级知名大款，对，都被一个小丫头给骗了，是，对不对？当有2个国际级大款站出来的时候，别人的疑心就少了。是呀，就是他那么大一个人物还能上当吗？啊，是不是啊？甚至富国银行的那个董事，那都进去了，董事会主席都进去了，说那就是玩钱的人都能上当吗？不可能，对呀，对不对？像克林顿啊，谁都跟他一起吃个饭喝个酒，那更厉害了，对不对？一说又是年轻人与这个科技相关了，就听起来怎么觉得都合理。你想，我们常人的思维说，这么大的老板他们都投了，我们就跟着投一点呗，对不对？啊，真是。结果大老板也被骗呀，啊，人家损失得起，你损失得起吗？没错，对，是。但是他们那个大呢，是他的损失得起的原因呢，他是就是一笔大钱哈，多处投放，对，就是在这放了1个亿嘛，对，他已经不是放了若干个点多少个亿出去了，对，所以真的这1个亿拿不回来，对他来说没有损失，人家总体上还是挣的，还是挣钱，咱不行啊，小娟丈夫，咱家还负债经营140万，你又投进去100万，这万一赔了，而且咱还在一个小地方哈，对，还没见什么大事，咱国卖铁也赔不起啊，就这几十万来说，对你们家都是灭顶之灾，对，哎。所以的话，这么大人物都上了当，那希望我们的网友哈，凡是投资往外拿钱的事儿，都得小心点儿，多考虑几天，少睡几天觉，别喝酒，好吧？好好的去思考，哎，这样才行哈。因为有很多，咱们还没说骗局呢，对不对？你就是正常生意的话，你不懂都可能是赔钱，对不对？那还有呢，拿上钱就跑了呀。对，就是懂的，我好好经营，我认认真真的干，也不一定挣钱呢。不保证的，不保证这个技术可能就不被看好啊，或者是来个疫情啊，或者是什么又打仗了，或者任何的情况都是。那俄罗斯那乌克兰那找谁去呀？对吧？那这风险多着呢。是，好呀，所以感慨就是投资就有风险哈，哎。出钱需谨慎哈，是，哎，出手需谨慎，你必须要谨慎，谨慎就多思考一段时间，啊，别光想着能赚钱。对，先还债，你欠的140万贷款先还了，这是正经的，还是好好打工吧，好，师傅，咱们也给小娟网友也送一个小礼物吧，给她一份祝福和加持，希望有这一份能量和智慧。能够说服老公悬崖勒马，鼓励他，对，掌舵的，是，我送他个珠子吧哈，
好，哎，这串珠子比较漂亮哈。我觉得这个小娟网友还是挺有智慧的哈。你这个女生戴在脖子上当项链，抽空就来念佛，这多好啊！保家族平安，给你这串链子哈，说不定你那100多万就很顺利就回来了哈。我这是假设哈，假设哈，你别当真哈。但是我期望有这种奇迹哈。感恩师父。好，祝愿你呢和丈夫呢都能平安吉祥哈。一切呢都能够顺利哈。先生呢不要做盲目的投资，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哈。好，祝全家幸福。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好，师父，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哈，是我们来自于美国的网友，大家以前也听过他的故事啊，知名网友。知名网友，他之前是买房，那现在呢也来给我们分享一个他投资的故事。来自于美国的如醒师兄，他是说，2010年的时候，我和国外的朋友参与了一项投资活动。他说，为了让我也能分到这个大蛋糕的一角，让我马上飞过去找他。刚开始我也是有一些疑问的，可是到了当地之后，看到他们如火如荼地开展投资的规模与铺垫，我的疑虑立即消失了。很庆幸赶上了这个发大财的末班车。3天内我就卖掉了所有的股票，200多万块全部投入，我以为很快就会有惊人的回报。1年过去了，各种理由在告诉你要等。2年又过去了，3年，全部都打了水漂，心情开始烦躁不安，慢慢变成不爱交际，不想讲话，郁郁寡欢，进入了忧郁状态。后来跟着师父修行，才彻底明白了失败的痛苦是自己的贪念造成的，才会放下一切心里的包袱。感恩师父的救赎和教化，将我从悬崖边上解救出来。很厉害啊！如醒这个人生经验非常丰富啊。如醒真是个江湖神人哈。投了资，卖了股票，结果呢？他总干那个特别不靠谱的事儿啊。他被人忽悠了没？就那种钱你也能想得出来，而且甚至还想着能挣到手。对，他以为有惊人的回报啊。结果光惊人了，最终就仨字儿，这不可能。对，光惊人没回报。是，我相信他刚投的时候还要感谢那个朋友，还他不是说分他个大蛋糕，这个大蛋糕你是我朋友哥们儿哈，然后我还让你吃一角，吃一块儿，我相信他心里兴许还感恩这个朋友呢。社会心理学不懂哈，朋友们，请你记住哈，只要是他觉得这是个金矿哈。他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真正挣钱。他跟你说小声我告诉你，你别告诉别人哈，按那个密码就能取到金子的这种事儿，一定是个骗局，请你记住。别信。是啊，对，这怎么能想得出来这种歪点子？是在中国还有炒卖类似的哈，就是当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当时国民政府印了一些那种钞票啊，那票面特别大，什么美金50万。还有500万等等的很大的那种票据，反正一看确实是老的票子，还要到中央银行兑换什么怎么样，说的像真的哈。有一次在中国山东地区那个附近呢，炒卖的特别厉害。最后，其实我早听说这个骗局了，早听说，一个富人哈，就做房地产的富人。可能有2000万，1990几年的时候，就是炒卖这个倾家荡产。哇，倾家荡产了！天哪！2017年，有个菩提同修呢，拿几张这个票，指说师父，这是放在您这儿吧，如果能兑换了更好，兑换不了那就当做个纪念。他说的时候啊，就带着哭腔。我说那个大老爷们儿有什么哭腔啊？他说我已经倾家荡产了。而且，但是呢，我呢都信以为真哈。他说我因为这张票，我已经把20多个家庭弄得倾家荡产，人家都在追杀我。我的妈呀！但是他说前头那个老板哈，弄了200-300家都倾家荡产。不吉祥。我们都信以为真，说拿着这个票面，比如说
加起来好几百万、几千万美金，是不是啊？比如从1936年存的，你存到现在光利息多少钱吧？对呀、就想那超大的一笔费用，对不对？结果呢，他们光追这个票了，其实谁都没拿到过钱，就这个票被炒的呀。最后他真的认输了，他实在炒不下去了，再接下来要不然就杀人，要不我就被杀，到了这个结果了，他把那票给我了。其实我到台湾银行几个问了一下，说不知道，都摇头。哎呀，虚拟了。我有时候感叹呐，我几千万有损失了，真是，就是这个形同于虚拟货币，哎真是这个太虚了。这个真的叫黄粱一梦啊！比虚拟货币还虚。真是虽然这个票真的有，但是鬼知道是谁印的，是不是啊？对，那当年国民党政府印的，到现在今天的那个台湾政府会认不吗？认呐。我觉得他不认的，他干嘛白付这个钱？他傻呀，对，对不对？这钱事儿你找老蒋去，就当梦一场吧。对不对？别说那么老远的，现在那瑞士那个金融界那么有信用的，那瑞信倒闭了以后，不是也不认吗？就是1分钱不给你啊！对，你不是美国银行也挺讲信用的呀，硅谷银行也是啊，海外的存款1分不认呀！一分不认啊，你找谁呀？绝了！对呀，对，在那个现在说20几年前哈，就是在香港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当时他70多岁了。他说，我就一般见了长者呢，我都是说你能不能传授我一点人生经验，我都是这样去，就是这个学习的哈。他就说呢，千万别相信银行。哎，我还第一次听说这句话的哈。他说我呢年轻的时候啊，他30多岁，我挣了2000万，他30多岁的时候，也就40年前哈，挣了2000万，在香港也是富人。是那个时候在香港人能有200万就不错了。就他有2000万，就是成功人士啊，他就存在了香港什么国际什么什么什么银行，现在已经不在了，倒闭了。我查了一些资料，是真倒闭了。他呢就认识这个银行的一个董事，就是银行老板之一了，他就把他那个钱全存进去，之后好从人家那贷款再做更大生意嘛。就还没等贷款呢，这个银行倒闭了，他的朋友说：“我倒闭了，我自己都倾家荡产了。”我怎么还你呢？对呀，2000多万赔了他2000多块，赔他2000多块钱，就最后剩下这几万块钱，给这几个大户分一分吧。对，就是这样，好玩吧？哎，让他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把他那个本哈全部打的，关于他的精神上哈，打的精神错乱了。就是这样。哎呀，如醒师兄还是有福之人呐，还是最后认识了师傅哈。他赔钱了吗？赔了200多万呢。对他来说，这是个小都数。赔的忧郁了。他忧郁啊，他不都健在吗？还买个鬼屋。感恩师傅嘛，就是跟着师傅修行以后，明白了啊，我自己这么大的痛苦，不就是因为我当时贪吗？我觉得他当时他不只有200万，我觉得他至少有2000多万。你想吧，人家赔了钱都从墙上往下跳，他跳啥了？还得问问他。他跳橡皮筋儿啊，跳鬼步舞所以的话他就没事儿哈。挺好，没事儿。是因为这真的。如醒你要坚强的活下去哈。我们终于刺激你，说明天你跳皮筋儿可以，跳楼就算了哈。如醒师兄会的你们跟前这桥也挺浅的，跳也没用。他经常给我们提供这些经验教训。不是，我都想不到他还干这种事儿啊！我也没想到呀，师傅。哇，这真是如醒，我们真是小看你了哈！哎呀，就你的行为促使我们醒悟哈。对，如醒嘛。促使我们网友们都醒悟。对呀，这个是很有教育意义。好法名啊，师傅。就冲这他都会有些功德。如醒，你如何不醒啊？你赔这么多钱，你醒了。好，冲这个也是不是也给个小礼物吧？给，这金币一个1万啊！来，咱们送咱们那个红色的哈，药师佛的衫儿。哇，这个穿上那保佑他安全住鬼屋啊！人家也升职了，学了菩提以后，他要女士男士啊？男士都行，男士他师姐肯定跟他抢着穿。好，这个我们的新的衫儿哈，
药师佛，药师佛，梵文的哈。对，穿上得到护佑哈，如意吉祥哈。感恩师父。希望如醒呢也不要做噩梦了，也痛改前非了，不要乱投资了。感恩师父。那网友们，我们这个药师佛的这个红色的 T 恤衫，还有刚才师父送礼物的那个八卦的那个 T 恤衫啊，我们在慈悲音网站上都有啊，就非常师父的设计都非常的美，而且给我们一份吉祥的护佑啊，欢迎大家去请购的。也很快就没有了。要快一点去哦，很快就没有了。是的，因为我们的制作量都不大。好，那我们听完了如醒师兄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上当受骗的投资故事那洛杉矶禅堂有一位师姐李云霞师姐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我们听一下。好，有意思啊。好，20年前，一位朋友根据我先生的面相和生辰八字算出来我先生3年之内会病故，然后呢就建议我赶紧给先生买一份人寿保险。我看着只有50岁而健康的丈夫，我心里虽然有怀疑，但还是听信了啊，就给先生就买了这个投资性的人寿保险，受益人呢写的是我们10岁的女儿。2年以后丈夫突发急性胰腺炎，15天就去世了，还真没想到被这个朋友不幸言中。那1周以后呢，我就拿到了保险公司18万美元的赔偿款。哎呀，我当时是如在梦中啊，不知所措。虽然手中有了钱，但无依无靠，带着只有12岁的女儿，心里空落落的，很凄凉。亲人离世，气运也衰退，我的智商也好像被带走了一样。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平时没什么来往的人，知道我有了这笔意外之财，趁机进入我的生活，怂恿我投资书画古董，获取暴利，可以轻松挣钱。他拿出几十年前的画册，让我和他一起投资收购画册上一幅张大千的原作，说呢可以送去拍卖挣钱。同时呢还给我做了投资法律文件，要我为我自己和女儿今后的生活做长远的打算。他抓住了我失去靠山、忧虑未来的痛点，一向对投资炒股无动于衷的我，稀里糊涂的就把18万美金都给了他。后经鉴定，买的画作是赝品，是假的，不是张大千的原作，而这个人也从此人间蒸发。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个骗子用不同的方法骗了不少人，甚至还骗走了一位银行行长的50万美金，导致行长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哇，你说这真是这啥骗子都有，趁人之危啊！还有同路人呢。关键人家这是丈夫去世了也是被一个算命先生吧，他熟悉的朋友会算命了正好算准了，3年以内丈夫会离开人世。是，这果然2年之后就出了这个事儿，这巧吧对，所以别不相信算命的，还有很多挺准的还真是。那关键呢，他呢也做了个准备，既然这样就买个险吧买个保险，买个寿险。但是呢，受益人是孩子是好不容易这是用生命换来这点赔偿费，对，还被骗子惦记上了，骗走了。哎呦，他说的还挺文雅投资书画古董张大千的原作拿去拍卖挣钱，讲的跟真的似的。对，我们来看他这里有一句特别关键的话说，一个平时没什么来往的人，知道我有了这笔意外之财，趁机进入了我的生活，盯上了。屋里那个你说的那个点挺重要，提醒了大家平常没有往来的一个所谓的朋友，有个认识的人这个时候总频繁的出现在你的眼前，给你说三道四，总是介绍投资保值你看现在通货膨胀多厉害怎么能对抗你这个18万放在那儿，18年之后呢，就可能剩下1/10了，就这样鼓吹这个概念，对不对？对。你要保证18万之后，18年之后呢，它还至少等于那个未来的18万，对不对？就可能变成36万了呀。那个方法是什么呢？他给他出个馊主意。买名人字画。真是骗子。这个说要对懂的来说如果懂得买对了。
价钱也合适，这个是有可能会升值，好吧？这有可能是升值，就但是呢，机遇比较小。你买，关键在什么人手里头买。对，不懂嘛他。对，那我也提醒我们的网友朋友哈，那我是一个杂家啊，对，就是我什么都懂一点儿，就是这样。你进一个商店，他家如果是卖的假货，那你尽量别在他家，在假货之中找真货买。就是你看着像真货的，你别忘了哈，你是在假货堆里找真货，能有真货吗？太难了，沙里淘金呐！连卖货的人满嘴都是假话，连他都是假的，他的细胞当中充满着假的成分，而且他还姓贾啊。对，假中找真货没有，在真货中找假货有，就是关键是老板看走眼了，或者老板的家人呢贪便宜买了一个代替品进来，但是就是说你在真货之中找假货一定能找到。但是在假货中找真货找不到，所以在卖假货的那里不要贪便宜哈。我们比如说刚才说张大千先生的话哈，是我们华人之中哈，在全世界销售绘画这些名师之中哈，他应该数一数二吧，是不是啊？算是数一数二的。是。张大千的哈。对。还有一个再就是那个也比较高的是留法的那个画的朦胧的赵无极哈，赵无极先生的也比较高哈。再一个画国画的张大千哈，不是张大千，那个叫啥？齐白石，对，哎，像这三个人的还是比较顶尖的哈，顶尖他那个国际的价钱来说，就是但是这么贵的这些名师的作品哈，他们通常是在普通人家所没有的。对呀。而且还有一个卖好的东西的这些地方哈，还有很多叫做骗局。我们比如说在北京啊、西安呢，有些地方呢，他租什么过去的一个知名的一个大院儿，可是这个院儿呢已经也不住人了，有些人呢就是租7天或1个月，这个几天他已经备好了，全是假货，就藏在里头，有些人就溜达去了，还有人故意拉人。说那比如说那不是知名的张学良将军府吗？张家大院对不对啊？他家是不是多少怎么了？走了也得有2件真东西放那儿吧？其实就是已经埋好了地雷在那里。那就编故事了，开始。等去了之后，比如说又看一个老头没事在那打盹儿，有一个小猫在吃食，那个盘子写着大清乾隆年制，就像讲相声之中的哈。我为了买这盘子，所以卖猫最后说买这盘子吧，老头说不卖，这是我祖传的，你祖传的能喂猫吗？对不对？但是说的像真的，尽量演的像真的，就是都在骗人。他利用很多种让你可以相信的方法来骗人，还有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将军的，这是什么什么名人的，还有这名人他亲戚的。反正总是与这个名人和富人总是拉上关系之后来卖假货。如果没有这方面这个知识的，不要去买，买了就上当，因为都是假的，甚至还有他怎么看都是真的，结果仔细一看是印刷品。还有这样的印刷品当然像真的了，但是你是没有经验看是手画的还是印刷品嘛？尤其是中国国画，反正都在纸上的，对不对？像油画的话，印刷品和画的那个还能看出来，它那个痕迹是明显的，对不对？对。中国国画不明显，很多高级印刷品和那个画的一模一样，你没有点功底都看不出是真假来，对不对？那不是上当了吗？比如像张大千先生的一个水墨画，是一个限量复制品，他也不说，你也看不出来。这幅画的原画卖1000万美金，可是这个限量复制品呢，最多值1万美金，它是有价值的哈。但是就价钱就低多了，你买了当真品，买了这不就上当了吗？所以的话，这个大家要注意一点哈。别上当。对，别上这个当。对。还有呢，不懂别去投资。对。不懂别去投资。还有一点告诉我们，就是真的自己有了一笔财务收入进财了的话，不要让人家知道，千万，这个还是
还真的叫沉默是金啊，真的是。对，对。你一路付了啊，这个也不叫付了，其实就18万，真的还是孩子的，有点像那种，就是先生的养命钱的那种感觉，真的还是挺悲哀的，真的，千万都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讲的买这个假东西哈，对，我们有一个同修，他先生没给我们学过法哈，哎，是个大老板，哎，从那个香港，哎，到温哥华探亲啊。完了之后呢，就跑到一个古董店啊，不知道什么人开的，他一看，哎，这个东西这是中国的这个古典那个什么东西，是一个什么香炉啊，之类的，又是上头有鎏金啊，又是带有大清什么什么年制之类的，哎，还有照片，还有说这是名人收藏过的啊。这个几十年前流落在美国的，美国又带到加拿大来的，哎，这个先生呢有钱，但是他不懂啊，就买了，花30多万美金买了，完了之后找我看，我就看着先生实际值多少钱？我说实话吧哈，对，最多值500块钱吧。哎呦，那30多万就打水漂喽。对，假的。退也没得退吧？什么叫没得退啊？没退也没法退货吧？不能退呀！就是啊。人家就写着呢，这是名贵商品哈，他在他家收柜台的某一个角落贴着呢。名贵商品，一出门就不能退换。只要走出他的门就不退换。完了，30多万打水漂了。30多万了。你这个不懂啊。哎。不懂别出手。是。我是说，哎呀，你早点来找我多好，我帮你看一下啊。可是。也就是机缘吧，对，不懂就别买，但是他说他讲的事情真的呀，那可不，而是买贵重东西哈，还有假投资之类的哈，就千万别听故事，千万别听故事，买古董，买高级字画名品哈，买房子啊，还有投资，这都是投资哈，哎，我把这些列为都是投资，千万别听故事。很多有厉害的人哈，就是靠讲故事而骗人，最终就是赚了你的钱嘛。可是东西是假的呀。甚至投资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一个真的项目呀。就是骗人的。所以一定要小心哈。对。这挣钱呢很艰难哈。这个投资需谨慎。真是。感恩师父提醒。我们也给这个李师姐也给个小礼物吧。好，好。过去20年了，也希望他能够如意吉祥。对，一个是释然。好，我送给这位洛杉矶的李师姐呢，送她一个，这是五谷金刚杵哈。哦哟，真好。所向披靡哈。冲破障碍啊。突破障碍，一切吉祥哈。太好了。家庭幸福。感恩师父。这个五谷金刚杵，这个铜制的啊，又小巧又很适合佩戴。在包里啊，在哪儿哈都是非常方便的。在家里又镇宅，出门又保平安啊。跟我们网友们介绍一下啊，在我们的慈悲音网上也是有的啊，快去。好，师傅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哈。这位师姐呢，她是爱情、钱财双投资。我们来看一看她的投资有没有成果。师傅好，我叫美惠。特别喜欢看您的直播开示，从您的直播中能学到很多，比上清华北大还要好。我很想请问师父，关于我和男朋友的关系。我离婚6年后遇到现在的男友，他比我大10多岁，也离过婚。他是外科医生，但是目前没有在医院上班了，自己创业，但失败后一直颓废着。我和他相遇时互相有好感。他对我比较体贴，这让经历了前一次失败婚姻的我对他很珍惜。而且我觉得他有才，硕士毕业，我希望2人合力帮他重振事业。但后来发现他一直在失败，我也感到很失败。他好像跟那位大全师兄类似，做了很多种行业，包括投资、炒币等。每次都是朋友一说，他就头脑简单地参加那个项目，不久发现亏钱了就退出。
接着又有别的朋友劝他参加另一个新项目，他又冲动地入了，之后又亏了，就这样把我的30多万都亏掉了。这个钱我还是很心痛的，我只是初中毕业，既没文凭又没特殊技能，辛辛苦苦干了很久才积攒到这几十万，本来打算是用来买房的。这个女孩子哈，她说我40多岁了还在租房住呢，结果钱被她投没了，我的计划成了泡影。我从事销售保健产品有6、7年了，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日子一直都是我撑起了2个人的生活开支。他做的投资好像都在行，可是一投进钱就亏损。我后来也提醒过他，别再投了，我们俩一起做理疗产品行业，但他不听。我还把他介绍到我们的公司做讲师，第1个月赚了7、8千元，工作也不累，可他只做了这1个月就放弃了，说自己不适合。他放弃做讲师是因为有人叫他到一个直销行业，做了半年1毛钱都没赚到，还花了我几万块。我几次提醒他不能再这样下去喽，看中一个行业就踏踏实实做下去，可是劝不动他。我最后说，我现在不会再投1分钱了，我被你弄得欠债，到处要还利息，今年咋办？你自己看着办吧。2个人的感情经过这些投资的失败受了影响。说实话，对我俩的未来，我心里很纠结。2人是有感情的，但是他长期这样下去，只会糟光我的钱。我请求师父帮帮我，看看我男朋友能不能做成一个事业，我和他的前景怎样，能成就好姻缘吗？所以我们的美慧啊，她投资更大，不仅有投资钱财爱情双投资。哎呦，可是听上去这个2项都不怎么地呀。对，因为美慧她自己是离过婚的，所以呢，她遇到了这位高学历的男朋友以后，对她还是很动心的。因为美慧觉得自己她是初中毕业嘛，没有受过好的教育，所以其实她见到了这种就是学历高、工作又很体面的这些男朋友，她就会觉得其实挺应该说是还是挺敬佩的吧，心里面，所以就比较动心的。但是她的这个男朋友之前还是个外科医生，后来也不知道怎么了，就不做医生了，就开始下海做投资了。可是投什么亏什么。那么根据美慧的描述来说，说起什么行业来，好像都挺说的头头是道，也有像在行的样子。但是呢，只要一投钱就亏了。朋友一说这个项目好，就砸钱进去，一看亏钱了就退了。另外一个朋友又说别的好，他又赔进去了。不是，他问题是不是赔的自己的钱呢？他赔的是这个美慧女朋友的钱呢。是呢，说的就是。对呀，美慧她是跟他谈了恋爱，自己投进去了30多万，然后还平时2个人的生活开支也是美慧在出。其实美慧已经看明白了，我觉得她这个师姐在给我们写信的这过程中，一步一步写到这儿，其实她对自己这个爱情，包括对她自己的这个投资前景如何，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美慧说挺好嘛，她说我现在不会再投1分钱了，你就看着办吧。这个立场是对的他也没钱了，真的都被他投光了，真的。就是有时候我觉得要经营一份爱情和婚姻如果你们之间一定是靠这一份金钱来维系着的话，真不行。我觉得那不是爱情。这有点邪恶他还想通过我出钱，让这个男人是不是更爱我一些？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这个钱呢，因为他们也没有忘花掉，而是所谓的投资，对不对？一投就赔，一投就赔。这么一个普通打工族的姑娘，有多少钱够她赔的呀？就是呀。
她怎么不出去就业呢？这个姑娘不错，还给她介绍就业的工作，让她去做讲师，1个月能挣7、8千。人老先生去了1个月就不干了呀。我觉得是这个人呢，这位先生啊，这个脑子有点怪异哈，就是不靠谱。不靠谱。我觉得不像学医的，学啥的都不像。像跳舞的，就他的人生是弹跳人生。这个学跳舞你也飞不到楼上去，但是总是跳个不停，就稳不下来，对不对？对，所有的事业都是稳扎稳打来的。对呀。他呢，朝三暮四跳来跳去，就不像做事业。对。更不像一个医生的思维。就是。对。对，其实现在美惠也已经看清楚了。对。其实美惠不必有这种自卑心理啊，就是这个学历也好，专业也好，不是就是就能代替一切的。那你说他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也很辛苦的，虽然积攒的不多，但人家积攒下来几十万了呢。美惠是踏实的，这是一个普通打工族的姑娘，对，很勤劳。但是呢，在她这里也印证了另外一句话，因为喜欢，所以多付出。真是。这句话用于东西、爱好和人身上都一样。对，你只要喜欢，并且执着追求的话，那你看，这就是无底洞哈，你能赔多少进去？对不对？我也想送给美惠一句话，这师父经常讲的：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你现在你这个先生啊，入错了行，你也不要嫁错了郎。很好。先生并没入错行，因为没有行他可以入。对，他一直跳弹簧。对，真是像个猴似的哈。就这样子的那不行。对，这不是一种叫做做事的模式，这是怪异模式。对，所以不能带来平稳的生活。对，就是这先生，你就听我来今天讲这个直播也一样哈。你这种思维方式太跳跃了，这种跳跃的思维方式没有事可以做成的，是，对吧？我想你作为一个大男人，你也想挣个钱，你也想在你这个太太或者女朋友面前荣耀感，对不对？但你这种跳跃的思维方式，还有不靠谱的思维方式，那没办法把一个好的事情做下去，所以没办法发财。所以我喜欢的就业也好，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一门深入呢，就比较有好的结果的。是。所以美惠呢，你自己呢要把握一个火候，是吧？对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就真有点像投资一样，你该不该继续再投资？对。美惠，你也看一看我们网友的留言，大家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大家都看得可明白了。是。好的，师父，咱们送给美惠一个小礼物吧，也加持她一下。好。好，这个特别漂亮的手串哈，非常适合美惠哈，祝愿你呢如意吉祥哈，这个以后就不要再做乱投资了，不要乱做投资哈，希望找到一个好的男人，好好过日子。感恩师父，太好了。是我们讲这个投资的话题哈，我们网友留言也是挺丰富多彩的，挺积极的，也有自己也分享自己的惨痛教训也不少。对也分享一个给师父。这个昭造啊，他说师父好，吉祥如意。我认识一个师姐的儿子，本来在银行工作，那以前呢投资开山开矿，结果被骗了300多万，把妈妈的房子拍卖了都不够还那个欠款。这儿子的这个退休的工资卡都被单位扣着，得还欠款把欠款还完了再给儿子工资卡。所以呢，这个儿子呢现在还花妈妈的钱，就成了啃老族了那这个妈妈也不是房子也被拍卖了吗？只能租房子住。哎呀，真是祈愿这位妈妈身体健康啊！而且这个孩子呢还有强直性的脊柱炎身体又不好，也希望他早日康复，业障消除。感恩师父。你说这么简短的留言，看出来也是多么悲惨的境遇啊！你在银行打工的话，多好也是一个打工族。对呀，你一个打工族，
对外界的事儿那么了解吗？他本来是捧着金饭碗的一个人，我们叫铁饭碗、金饭碗的人。结果呢，他背后投资，还开山开矿，投资开矿去了。你懂矿产吗？你懂中国的矿产和法律吗？对呀。应该说什么都不懂，啊，还有那种矿产的加工，你懂吗？都不懂。你看300多万砸进去了，砸的妈妈都没地方住了。对。真是叫不孝子啊！真是不孝子孙呐，对。但是表面上妈妈也骂不得，一骂他寻死觅活，对不对？是。那你也不说的话，真的棺材本都赔没了。你说的轻了，就是说，我不就想为了让你们过好日子吗？就一个理由就说过去了，对，对不对？你在银行工作多好啊，几乎就是铁饭碗了。对，人都羡慕的。对呀，还非得去那个冒险。那300多万，你在银行打工的话，什么时候能挣够300万呢？真是不知死活呀。是。所以让我想起《孙子兵法》哈。最后再讲《孙子兵法》。好的。对，还有一位网友矮佩也在分享。他说7年前妹夫耳根子软，听说投资装修业很赚钱，还给提供客户源，心动囤了好多货。结果囤货后，对方不认账，自己呢对这一行一窍不通，发财美梦成了泡影，只好接着打工维持一家开销。又打回了原形，囤了一大堆货。真是真的。哎呀，就其实我们讲装修业，很多人也真是做成了的，对不对？哎，做成的比较多，是还是能挣俩钱啊。对，所以他就听说很多人做成了吗？咱就跟着做呗。你囤了货，你怎么就做不成了呢？对不对？但是他也是不懂这一行，还是不是因为自己说愿意在这一行扎扎实实的去开始开拓，只是听了别人说就去囤，就以为囤了货就能挣钱了似的，都是真的叫美梦，以为这是一场梦啊，真是太天真了。好的，师傅，那我们这个网友来信呢，还有一位是新移民啊，加拿大多伦多的，他想请师傅给指教新移民该不该投资？师傅好，我是多伦多的小娜，我们一家是加拿大的新移民。今年年初啊，老公把我们原本的国内的房子卖了啊，到了加拿大以后呢，房价暴涨，有2个孩子还小，为了有个安定的居所呢，我们就放弃了买独立屋的梦想，就买了一间排屋。我和老公原来都是医生，我到了多伦多呢，学习了按摩师的技术，目前还没有毕业。老公呢，以前是超声科的医生，因为这里相关考试暂停，目前只能在超市工作，那以后的职业方向还没有想好。最近我花了1万多加币报名了一个房产投资的课程，希望以后从中挣钱。结果发现老师并不想教给我们多少知识。我应该是接受商场如战场的本质，继续做房产投资呢，还是应该放弃呢？希望师父对我们夫妻2人今后的事业给予指点，感恩师父。作为新移民哈，有一种对这里恐慌，并且急于说找一个事业做这样一个心态，确实是很常见的。是的，对。那他说做房地产投资。对，还花了1万多块钱去学习，先去学习投资房地产。是，他说是投资房地产，对，而不是考房地产经纪那个牌儿，这是2回事儿哈。2回事儿，就说明他手里头有一笔钱。对，你学投资的话，说明他钱还不少呢啊，对吧？那这个加拿大的房产呢，我也告诉你呢，加拿大不管多伦多还是温哥华哈，是东西两岸哈。是。那最近这2年呢？加拿大各级就3级政府分别一块儿推出了很多个就是伤害房地产再进行炒作投资的政策与法律。对，税收方面的政策。对，非常麻烦。所以加拿大房产要涨起来的非常不容易，因为不允许外国人投资了啊。比如说你多余的居住的多余的那些房子哈，如果空着不出租的话，它就要征收，可能有个叫空闲的空置税。对。对不对？还有房子本身这儿坏那儿漏水之类的，综合维修维护的成本非常高。其实
加拿大买卖房产来赚钱的这个好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你总得有房住啊，是吧？是，这个的话说自己进行住房，几乎也不算投资，哎，对，就是这样。那么找一个符合自己那个价位的，省钱好维护的房产呢，来居住就可以了。这和投资没有丝毫关系。啊，那你们在问我的这些问题哈，比如说你们两个都是学医的出来，对不对？对，挺好的。哎，那我了解中国人学医到了加拿大之后不能正式从业的原因，最重要是加拿大政府不承认中国的那个读医学的这个资质，因为主要是语言不通造成的。对，所以我是建议你们俩呢，夫妻俩都是把这个相关的这个课程哈，用英文的这个课程哈，要应该说让你有用这个买房的钱来学习这个课程。尽快把这个课程3到5、6年就把它拿到手，把你那个就是从医资质、从医资格证重新考到手，重拾，这几年的努力才是你真正的投资。太好了，投资在这个上面，对，自己本门的专业领域里面，并且加拿大非常缺少医生和医护人员。是。那你今天你去，比如说考一个地产经纪呀，或者是你想做一个专职的房地产投资人哈，应该说至少不管你有没有钱，这不是一个好的机会。现在，现在政府整个就是联手打压，而且我也告诉所有的网友哈，今天这几个发达国家地区都在联手打压炒作房地产，然后现在在韩国政府同样推出了更恶毒的政策哈，就是打压房地产，使得韩国的房地产一落千丈哈。加拿大、美国也是打得非常的厉害，台湾好像也推出了相关政策，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走过的几个地方，政府都推出打压炒作房地产的新政策。就是如果你手上有多余的房子，而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出租的一个价钱的话，其实你是赔钱的。是这样的。所以炒房地产这件事儿呢，其实就是炒的国家政策。国家这个政策不怎么管的时候啊，你那个炒房赚钱的机会就有了。但是现在打压呢，你不可能发得了财，不赔钱就不错了。所以不太适合做房地产投资。所以我给你们的建议，你们俩的这个面相给我传递的感觉，其实挺适合于，尤其是先生哈，非常长了个医生脸，就是医生，做医生的脸，所以他应该一门深入，想方设法把这个医生执照考回来。对，那你们家呢就衣食无忧了。真的，对，那他们家这位太太呢，长得还是比较活泼的脸哈，是爱表达的，爱表达的人啊，所以呢，他其实也可以作为医学方面的，其实他更多的适合于作为销售型人才。销售加管理还是可以的。好啊。对，但是呢，如果从事医学的哈，是旱涝保丰收。真的是。房地产还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嘛。医学还是积德的行业呢。对呀。你医学，咱们说养家糊口来说的话，什么时候都离不开看病。离不开呀。对。但是你最好一定要花的这个时间，花的钱哈，多豁出几年来，考到加拿大政府认可的一些医疗资格。对。你就发财了。对对对。所以在加拿大那个医生多富有啊！医生、护士那些是游艇啊、跑车呀，都是他们买的。是的。对。对。所以这个投资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这才是最值得的投资。就是读书的投资。永远来说哈，在任何一个国家，读书是最赚钱的投资。所以你从不懂，你读完了一本书，对这个行业已经了解了一部分。感恩师父，就是这样，对他们太重要了。对，书中自有黄金屋，请你仔细去读吧。感恩师父。好啊，那师父我们也送给小娜夫妇哈一份礼物啊。好。新移民能够在加拿大，新移民新衣服，多伦多安家。新衣服，哇，太棒了！我还送他一对鸭子吧，鸳鸯。对了，这个好啊。一人一件衣服。哇。一人一个鸭子。这是咱们药师佛的红的 T 恤衫哈。哎呀，一对吉祥的
鸭子也是鸳鸯哈。鸳鸯，哎，祝你们这个夫唱妇随哈，白头偕老，全家幸福平安。收到，感恩师父，这太美好了，太吉祥了。太好了。师父呢，我们从开篇就是师父讲了这个挣钱的几种方法啊，投资是用钱挣钱是其中的一种。那投资的目的呢，我们讲是生活的更好、更美好啊，而不要就是倾家荡产呐，哎呦这个那么痛苦哈，那就错了，完全错了，上当受骗就完全错了啊。那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好的案例啊，那师父我们最后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好，我的总结有我的片面性哈。首先，咱不是富人，咱更不是银行家啊，我也不投资啊，就是也没钱投哈。但是我所听到的很多的故事和案例，让我总结到哈，我开始说了哈。比如说以这个比较富裕的国家或者一些城市，比如说从全美国加上全加拿大，这是算是比较富裕的国家。像欧洲的，像德国啊，这么七个比较厉害的老国家哈。像亚洲来说，像新加坡呀、香港呀、东京啊、韩国呀、台北呀、还有上海、北京啊、广东啊、深圳啊这些比较发达的这些城市和地区哈，他们这个有很多人收入是比较高的。但是能谈得上去拿来做刚才真正意义上的投资，就是用钱挣钱的，叫真正意义的投资哈。当你的存款额是盈利啊，不是借来的钱哈。存款额如果低于1000万美金，就别投资了，就存到银行啊，老老实实存个定期。保命要紧，好吧？这就是你不适合投资，因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哈，拿10个亿，下个月变成2000万，都是特别正常的事情。对于你来说，来做这个操作的这个叫做基金经理啊、投资经理哈，你觉得哇，一个失误错了，你跳了楼死了。但是往里投资这些钱的人，涉及到几千个、几万个家庭。这些人都跟着一起跳楼和自杀，就是这样的。为啥呢？有很多人哈，拉人投资做所谓的投资，我说的还不是骗人的，还真正到那个基金公司，这些公司还真的存在往里投进去。关键很多投钱的就是小户，小到了很小的户，比如说人民币20万、30万、50万都去投，是吧？美金算是2、3万、5、6万都去投，你有这么点钱哪叫投资啊？你连塞牙缝都不够，在投资市场上这根本就不是钱。那我这么说，你觉得我多有钱呢？和我没有丝毫关系。这我认识的不同的行业的人多，在资金市场上，人一弄就是几百个亿，这才是值得玩一玩投资的人，知道吗？所以咱们自己的作为一个家庭哈，当你的纯资产就是现金少于1000万美金，就不要弄什么投资了。投资也叫人瞧不起。第二个，你很容易倾家荡产，最后连棺材本都没有了，吃饭的钱都没了，就影响到你真正的生活。少于这个钱数，不要再说投资。但多于这个钱数，我也提醒你哈。我在前2年讲到金菩提家训的时候，就讲到有个概念叫3仓分存。这个仓是指什么呢？仓库。比如你挣了，假设你有1000万，你最多拿1/3，就是拿300万去做投资，把600万还得存到2个银行，要这样子。明白了？有一个银行万一倒闭了呢？我说很少。银行很少倒闭，但是确实有，对吧？就这2年已经好几个银行倒了，我就不一一的说了。你先保证了你的家庭能够正常生活的安全，你再想投资的事儿。
是你没有钱，说我去借钱去投资，不行，东西找死吗？朋友，你还想活吗？你还有一点点头脑吗？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你想一想，我这么说你不过分吗？是吧？这根本就是不想好好做人了，你还借高利贷，你那更不想活了，对吧？有一个人在澳门赌场，他那个儿子去赌了几天1个礼拜，回来之后扔到路边是个残疾人，手脚筋全给挑断了，知道吗？那才20岁个小孩，他妈就是个连蒙带骗的家伙，是吧？他孩子也没学好，就在他是广东的，就到了澳门赌了2把，赌输了吧，就有好心大叔可以借钱，你不是签字吗？高利贷，比如说借你20万，2天就变成40万，因为你根本呢就没有好好看他那个借款协议，他让你签字的，他是合法的，但是当然他挑断你的腿筋是不合法，对不对？那你告还告不倒他，他说我怎么知道你受的伤呀？你找他公司告不倒他，他有自我的有一套早就想好的自我保护机制，几乎法律拿他没有办法啊。所以这个把这个投资不要当成赌博来看待，好吧？赌博心理，那你就拿你的家庭的风险来赌博嘛，那多危险啊，是吧？所以有钱一定至少要把6成，6到7成先把它存稳当了，好吧？最多拿3成去投资，并且一定要做你知道的、了解的、熟悉的、研究了很久的，是吧？才谈得上叫投资。但是就是这样还有风险，万一你看的都是真的，结果投了资才发现是个骗局呢？你至少还600万还能生活，知道吗？家庭不至于为这个事带着孩子跳楼，是吧？反正我这个建议呢，你也许不同意。有的人说我一共就10几万，我还总想做投资，其实我是劝你拉倒吧，你还不如去打工干活，对不对？好好耍个手艺，耍个技术，凭着自己的体力智力在吃饭，而你这个钱不适合作为进行投资来盈利来生活，这个钱数太少。我说的是真正的我看到的一个经验，而不是贬低你钱少，好吧？你自己要记住这一点。因为你到我这儿来听所有的内容，我只能讲实话，只能是对你好的话，但就是忠言逆耳。我喝口水。对，师父讲的是非常的从肺腑之言哈，就是从那个心窝里边说出来的话，真心是不希望我们再上当受害了。我们前面听到的都是这样嘛，高利贷借款的然后借钱投资的然后什么炒股票也是都炒疯狂的还有如醒师兄那种的听了都不着调的那种投资哎呀，简直就一头扎进去的全后悔嘛就是劝诫我们不要去做这样的就是妄想式的这种投资的话，最重要还是师父是不希望看到我们受伤害。对，血本无归呀所以确实是连累到家人。对，确实是，就是富人的话也要3仓分存先保证生活的稳定然后再想其他的。真的，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真正遇到，比如说我要去做一件工作，或者比如说类似像开个餐馆还有或者叫投资，不要用那种叫做侥幸心理。我举例来说比如说一副扑克牌，从1到13，是不是你想从11到13。但是你给自己注定的说我要抽到，比如说13这一个数，按百分比的话是多少几率？1/13的概率。1/13的几率才能抽到13，就是你指定的数，对不对？对。1/13的几率，你想这是个高的几率还是少的几率？少对一下。你为什么不做80%以上的几率的事情？有把握的事情。
对不对？但是有把握的事情又怕赚钱慢和少嘛。比如说我去打工去工作，不管多少，老板是要给工资的嘛，对不对？对。但是投资就没准儿，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就算你了解这个老板，就像我们刚才举例那个老板开餐馆哈，我们都认识，人又好，对不对？对。经营的又好。这是你知道遇上他倒霉的时候吧？他经营正好的时候，突然脑溢血死在当场。可是除了他之外，谁也经营不好，就是这样的。这种事儿我们也听多了，也是啊。还有呢，不要用侥幸心理，说我肯定能够抽到第13，尤其是还有更难的说，我肯定能抽到方片13，这就更增加了难度，知道吗？这可能变成1/50，对不对？当你这样要求自己的时候，甚至是1%都可能会发生了，这不可能落到你头上去。所以这种叫做赌徒心理和加侥幸心理，千万不要用于自己的家庭的安危上去，好吧？就是天上不会给你掉馅饼打你头上去。所以还是踏踏实实的工作啊，不要去用这种赌博的心理来获取财富。那踏踏实实工作，可能有的人就说：“哎呀，那我这挣的钱少啊，一个月就这么点死工资。”但师父以前都多次讲过，我们每个人要有一技之长啊。刚才跟小娜夫妇讲的也是这样吧？你要投资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嘛，你把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好，挣钱是不会少的。对，还是这个道理。再者呢，我提醒大家哈，还是如果你有一定的存款的话，其实，今天上课前呢，我们几个人都在说讨论这个事儿。比如说，经常有些银行的一些人，或者是劝你投资的人，就说你看，理财顾问类的哈，你看，现在通货膨胀多厉害，物价飙涨，就是飙涨物价嘛哈。是。你看，我们存了100万到银行，10年之后你自己说，10年之后的100万，它的实际的价值哈，还等于现在的100万吗？肯定算出来，肯定不是，最多80万。这叫贬值了，理论上都这么说。是这样子，就是但是，至少你还有80万嘛。但是如果你投出去的话呢，你可能连8块都没有了，惨了。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个形象的来考虑哈，就是我们中文里面把投资叫做投资。哦，你看，就像我拿一个金元宝，我的钱吧，但我一旦投资，我给它投出去了，扔出去，扔走了，没人把元宝投给你，对，没人投回来，对，是这样子的。还有呢，说我叫融资性借钱是吧？我把钱借出去。也是出去。像我们家人就是借给人钱了，借给你，哎，对。但是这个钱一旦不在你的手里头，当给了别人手里去之后，请你记住，这个钱已经不是你的了。是否回得来，真不知道。关键是只要从你手里出去了，用各种名义哈，不管是借给了还是投资出去了，这个钱其实不是你的。你的拥有感是在精神中的说。我借给老王，100万，对，但是老王真的能还你吗？不知道，永远都是未知数，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借和给，说借还不如给呢，就是给了别人了。所以曾经有一个有钱人这样告诉我，他说呢，我有钱呢，我说那你们家的那些亲戚朋友都是富人，说他们确实富起来了，我也总结了很多经验。就我借给了钱，我还不落好。后来就是这样的，他家真需要钱，比如说孩子上大学，他家收入不够，对不对？学费不够，这样我捐给你10万块钱，我不要了，但是你不用把我借钱。这个落好，这个落好，说哎呀，这我姑真好啊，这个真是好人，哎，这很好。但你借给了之后，他从此躲着你走路。对，你就不是好人。对，好玩吧？是这样啊，师父。
我们很多网友可能都深有体会哈，对对，所以就是你借钱出去的，还有投资出去的，你真的是觉得说，反正这个钱回不来，我也认了，那这样的可以，你就这么做如果说我承受不了这个钱回不来的这样的损失，那你就别借出去，也别投出去。对，其实我们今天也在讨论，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议题，就是其实我们投资也好，都是还是为了想再多挣一点钱，让我们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更美好、更好的生活。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又是一个老问题，叫挣了多少才算够？那我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在学习禅修，也在学习佛法。我到活到今天这个年龄的时候，我有一份新的领会，那就是知足常乐。这是一个哲学概念哈。那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就像今天一开始我说到的，我总结的是，其实最幸福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过那个经济紧张的生活。这个月不好好打工，下个月吃饭就困难，或者是你这个存款哈，保证挺不过1年，也因此你不能退休，你不能休息。但是你一边抱怨着富人怎么那么富，但是你和你全家人都是在健康的生活，还有你的家庭的这种感觉正在健康而自然的存在和发展中。当你钱一旦多了，你和你的家人的所谓思维和生活模式都变得就不健康了，尤其是思维不健康了，在将来家庭关系也不健康也不和谐。所以最健康的家庭模式是1月不做，可能下月没食，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没有太多存款，我们就凭着我们的体力能力打工吃饭，其实使家庭的这种幸福和和谐的这个气氛是最好的，并且子女懂得理财和或比较就积极奋进的去工作和读书。当一旦过多了，都会出负面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呢有一个知足的心，还有知足感恩的心面对人生。如果你喜欢我们讲的这个话题呢，这个里头可能还有很多细致的内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还可以再讲更深入的第2讲，好吧？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赶快留言，或者你喜欢我们讲哪一个部分，我可以侧重讲哪个部分，好吧？但是呢，跟我这里学到的东西呢，不一定是最好的所谓的投资的真正的招数但是我尽量保证你的是不亏钱，好吧？也不一定赢钱但是就是不亏好，那我们下次直播的时间是下个周日6月4号那同一时间，台北时间的晚上7点。对。好的，好，如果你喜欢这个与投资相关的某些具体的内容，还有你那个精彩的故事，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还是血的教训的欢迎你呢写信过来我如果必要的话，我们进行讨论和探讨来给网友们呢给提供更多的这个鲜活的故事，来供大家学习和参考，好吧？好，祝大家健康长寿，收到；如意吉祥，收到；幸福欢乐，收到。我们下个周末再见。小小的红点里，
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美丽了。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
喜。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了解生命的真理，救寻的意义。因为有了你，日子犹如彩虹般美丽。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快乐了，我美丽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